有一个好消息，伊拉克可能会采购枭龙3。印度啊，这看样子这回是要出局了，那个心里是比较焦虑、比较急的呀。还有3国在那儿排着队呢，对枭龙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那么枭龙的后续啊，很有可能还会再进行深度的改进。欢迎来到张明观察，我是张明。最近就有消息称啊，伊拉克很可能会引进至少12架枭龙3型。伊拉克呢对枭龙的感兴趣啊，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以前咱们也都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而且他们和巴基斯坦方面啊，它有不同层次的接触，做了一些比较深的沟通。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巴基斯坦啊比我们还上心，还有积极性呢，因为毕竟这个项目是中巴双方合作的嘛，然后最后进行分立，而且呢一些零部件和总装是放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呀，这样真算起来哈，既能解决就业，又能增加额外的收益，所以人家巴基斯坦对这个事儿呢是更上心啊。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同为穆斯林国家，而且他们的政治立场呢又比较接近，如果能够成功的向伊拉克销售枭龙的话，那么在地缘关系和地缘政治上来说呢，对两国还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和巴基斯坦合作搞这个枭龙，对我们这个拓展中东市场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枭龙伊拉克这边看的是不错，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印度可一直也在盯着呢。印度的手里头人家还有那个光辉战机呢嘛，人家也盯着伊拉克市场呢。而且呢，印度也在这边做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不过呢，在这件事上啊，大概率印度可能会出局。咱们先不说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这个关系啊，咱们就事论事。光说光辉战机啊，它就不如枭龙，而且产能还是个大问题呢。你就算是说啊，是一个给印度下这么一个单子，他还真未必能顺利交得了货。希望伊拉克那边呢是进展顺利，枭龙能够尽快的成交。至于说阿根廷那边啊，你要说他们对枭龙不感兴趣，那也不是，他们还真的对枭龙是有兴趣的。但是能不能最终能够他们会要枭龙，这事儿上就不太好说了。我认为啊，阿根廷很大可能最终会选择丹麦的这个二手 F-16，那可能性挺大的，因为这是美国压下来的，而且里边有很多实质性的好处，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找个时间啊专门去聊聊这个事情。那么在阿根廷之外呢，现在还有3个国家在那儿排着队等着呢，对枭龙有了些意愿。首先呢就是埃及，这个埃及是咱们的老客户了，当年还设立过 K8E 这个高级教练机的这个总装厂，好多年前了。我去埃及的时候啊，我还见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埃及他们把咱们那个老歼机那个起落架门啊，它装在了那个苏联的老米格21上。你说起来真挺有意思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阿塞拜疆和玻利维亚。其实咱们要说啊，这个枭龙的潜在客户还是挺多的，枭龙本身它还有改进的空间。现在传出来消息说这个土耳其有意向和巴基斯坦联合再去研发这个枭龙4。至于这个事情啊到底是靠不靠谱，因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是有很紧密的关系嘛，包括这个军品合作的关系啊，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咱们先不说它，但它至少反映出一个事情来，就是枭龙这个平台它未来提升改进的空间非常的大。那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枭龙这个项目啊，从现在来看啊，当年走的这个路子那是对的，有相当大的这个潜在市场。当年咱们赶枭龙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挺担心的，说这个等这个枭龙研制成熟了，整个这个世界战斗机的发展已经会让这个枭龙它没有市场发展太快了。它这个啊说这个也没错，但是这个是盯着这个世界强国来看这个事情的，那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对吧？但是呢，很多国家它未必怎么看，人家又说了嘛，我们可没中国发展那么快，我这个枭龙对我们挺合适，我们正等着这个枭龙呢。枭龙的背后啊，有咱们快速发展的中国航空工业啊，有这个在这垫底呢，有歼10有歼20的现成的技术在这边打这个底子。那么未来的空间，它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不过呢，咱们也面临着一定的冲击。你就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光辉战机，那确确实实对枭龙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还有就是这个二手的 F-16，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